你先想象一个画面，今晚你躺在床上，手机放在脸旁边，房间是暗的，窗外有一点点声音，你没有想睡，因为你们还在聊，讯息一来一往，他说一句，你接上，你说一句，他也刚好懂，不是那种找话题的尴尬，也不是那种敷衍的哦，好哦，而是真的有在说话的感觉。你说一个很细的心情，他秒懂。你说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说他也这样想过。你说一些平常不太会跟别人说出口的东西，他说你怎么跟他那么像？你看着荧幕，心里有一种很温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你已经很久没有了，被接住的感觉，被听见的感觉，好像终于有一个人说话的频率跟你是一样的，你甚至忍不住想，他是不是也觉得我很特别？时间到了凌晨，他说他要睡了，你说好，晚安。然后你放下手机，盯着天花板，你以为你应该很开心，因为今晚聊得很好，可是心里有一个地方是空的，你说不清楚那个空从哪里来，你只是有一种感觉，很模糊，但一直在那里，他好像需要我，但不一定重视我，他好像跟我很近，但我好像没有真正的位置。你翻了一下你们的聊天记录，都是他说的事，他的心情，他的烦恼，他的低落，你一句一句接住，一句一句回应，一句一句理解。你努力想，他有没有问过你最近过得好不好？有，他问过，可是好像只是带过，然后他又说回他自己的事了。你把手机放下，闭上眼睛，你以为你们不够亲近才会这样，可是后来你才慢慢发现，真正让你难受的不是你们不够近，而是你们明明那么近，你却还是觉得自己其实不重要。这种感觉很难跟别人说，因为如果你说我觉得他不重视我，别人可能会问，那他有没有冷落你？他有没有不理你？你说没有，他其实对你不错，他会找你聊天，会跟你分享心事，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让你心软的话，那别人就会说，那你是怎么了？你是想太多吗？你没有办法解释，因为问题就在这里，不是他对你不好，而是他明明跟你聊得来，你却还是觉得自己像一个临时被想起的人。不是他从来不靠近，而是他只在某些时刻靠近，却从来没有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。不是你们没有连结，而是那个连结只存在于聊天里。一旦离开那个对话框，你就不确定自己到底算什么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要认真谈的就是这件事，不是要你怀疑每一个跟你聊得来的人，也不是要你从此不再相信关系。我们真正要看懂的是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跟你聊得很好，却还是会让你觉得自己其实不重要？为什么他愿意跟你说很多话，却没有真的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？为什么他可以在需要你的时候靠近你，却在你需要被回应的时候退得很远？看完之后，你会开始分清楚，被需要不等于被重视，聊得来不等于被放在心上。真正让你安心的关系，不只是话题很多，而是你不用一直猜自己有没有位置。我们先从一个很具体的画面说起，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？他传来一则讯息，不是什么特别的事，可能只是分享他今天碰到了一件很荒谬的事，或者突然问你喜不喜欢某一首歌。就这样一句话，你整个人就亮了一点，你秒回，你想着要怎么回才好，你想让他继续说，你想让这个对话继续下去，然后你们真的聊了起来。他说他最近很烦，说了一些工作上的事，说了一些他对某些人的失望，说了一些他没有办法跟身边朋友说的感受。你认真听，你给他回应，你安慰他，你理解他，你觉得他很不容易，你觉得他需要你，你心里有一种很温的感觉，好像你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。可是那天晚上聊完之后，他说他要睡了，就这样结束了。第二天他没有传讯息，你没有主动传，你在等他，你等了一天，等了2天，他再度出现的时候，又是因为他有什么心情需要倒出来。
你又接住了，你又给了回应，又给了理解，又给了陪伴，然后你慢慢发现一件事，他会在孤单的时候找你，在低落的时候找你，在需要被理解的时候找你。可是他不太会在你难过的时候主动问你好不好，他不太会在你沉默的时候察觉到你其实有什么事，他不太会主动安排你们见面，不太会在没有情绪需求的时候想到你。你在他的生活里好像只存在于某一种特定的时刻，那个时刻是他需要情绪出口的时刻。最让你难受的不是他完全不理你，最让你难受的是他明明会找你，明明聊起来那么好，却让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好像你对他来说是一个功能，而不是一个人。这里我想先停一下，说一句可能会有点刺的话，但我觉得很重要。聊得来不等于被放在心上，被需要不等于被重视。他愿意跟你说心事，不代表他愿意照顾你的心。很多人在关系里之所以会陷进去，出不来，一直等，一直猜，根本原因不是他太坏，也不是你太傻，而是你把情绪连结误认成了关系投入。这两件事看起来很像，但其实完全不同。情绪连结是什么？情绪连结是他现在有情绪，他需要出口，他找了你，你们聊得很投，他感觉被理解了，你感觉被需要了，那个当下是真实的，那个连结也是真实的，没有人在演，没有人在骗你。但是情绪连结只存在于那个当下，那个当下结束了，连结可能就暂停了。关系投入是什么？关系投入是他在没有情绪需求的时候，也还是把你放在生活里，他会主动靠近，会顾及你的感受，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，会让你在这段关系里越来越安心，而不是越来越不确定。他不只是在需要聊天的时候想到你，而是他的生活里有一个位置是你的。真正让你痛苦的那种关系，不是完全没有连结，而是只有连结，没有投入。只有他需要你的时候的靠近，没有他不需要你的时候的放在心上。只有情绪上的交换，没有关系里的承担。只有聊天里的亲密，没有现实里的稳定。你说不清楚哪里不对，但就是有哪里不对，那个哪里不对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开始怀疑自己，他们会说，是不是我想太多？是不是我对关系的要求太高？是不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需要确定感的人，所以才会这样？我想先说，你没有想太多，你感觉到的那个落差是真实的。但我也想说，在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之前，有一个更值得先想清楚的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你那么容易因为一个人跟你聊得来就把他放进心里？因为这件事其实跟他怎么样没有完全的关系。很多缺爱的人，很多习惯照顾别人情绪的人，很多习惯当那个理解者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，就是他们太久没有被认真听见了。你习惯听别人说话，习惯接住别人的情绪，习惯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出现，可是很少有人认认真真的问过你，你呢？你最近怎么样？你心里那个一直压榨的事是什么？你说了那么多道理，那你自己呢？所以当一个人突然愿意跟你说很多，愿意把他的脆弱放到你这里，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也信任我？是不是也把我当成特别的人？是不是我终于有一个位置了？这种感觉很真实，也很珍贵。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可是你要小心一件事，你以为他把脆弱说给你听，是因为你特别，但有时候他把脆弱说给你听，只是因为你安全。你不追问，你不评判，你接得住，你不会让他不舒服，你让他说话很轻松，让他道出来很容易，让他感觉被理解，但又不用付出太多代价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你的能力。只是这个能力很容易让人忽略你真正需要什么。你以为你们很亲近，其实可能只是你很会接住他。这句话可能会刺一下，但我希望你能停在这里想一想，
如果你认真回想你们的聊天记录，你会发现，大部分时候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听他说，在给他回应，在理解他，在安慰他，在替他想办法，在陪他走过那些低谷。你很少在那些对话里真正说出你自己的事，或者你说了，但他没有太认真接，他可能点到就带过，然后又绕回他自己的事。他不一定是故意的，也不一定是坏人。但如果这个模式一直存在，你就要开始问自己，这段关系里谁在被照顾，谁在照顾人。说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说到了你，欢迎你订阅新式解码所。我们每周都会出一支像这样的影片，把那些说不清楚的感觉慢慢说清楚。我想继续说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这种关系那么难放下。如果一个人从头到尾都冷淡，从头到尾都不理你，从头到尾都让你感觉不到任何温度，你可能反而比较容易清醒。人对一个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东西的人，相对容易死心。最难放下的是那种有时候很近，有时候又很远的人。他不是完全不在乎你，他会出现，会聊天，会说一些让你心动的话，会在某些时刻让你感觉到自己被需要，甚至被选择。可是下一刻他又不见了，又变得很忙，又冷淡了，又没有主动找你。这种忽冷忽热的模式对大脑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刺激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间歇性强化，简单说就是不稳定的给予，反而比稳定的给予更让人上瘾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靠近是什么时候，所以你会一直等，一直在意，一直把那些靠近放大，反复看，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些确定感。你会把那些聊得很深的夜晚反复回想，你会把他说过的某些话反复读，你会说，你看，他说只有我懂他，他说跟我聊天让他觉得很放松，他说他很少跟别人说这些都是真的，对吗？是，那些话可能是真的，但你要区分的是，那是他在那个当下的真实感受，还是他对你这个人的长期重视。一个人在低谷里倾诉，在孤单时靠近，在需要被理解时说出脆弱，那个当下的连结是真实的。可是等那个情绪过了，等他不再孤单了，等他不再低落了，他有没有还是把你放在心上？他有没有在不需要情绪出口的日子里，也还是想到你？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，不只在需要你的时候出现，他在生活正常的时候也会想到你，他在你没有传讯息的时候也会主动问你最近好不好，他在你说你还好的时候也会感觉出你其实不太好。他不只把自己的脆弱放到你这里，他也愿意接住你的脆弱。他不只让你听他说，他也真的想听你说。他不只在孤单的深夜找你，他在天亮之后也还记得你的事。被需要和被重视真的不是同一件事。被需要是他在孤单、无聊、低落需要出口的时候找你，被重视是他在生活正常、情绪稳定、不需要任何东西的时候也还是把你放在生活里。被需要是他把情绪放到你这里，被重视是他也会在意你承不承受得住。被需要是你让他舒服，被重视是他也愿意让你安心。这个差别你感觉得到吗？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我想说，就是聊得来这件事本身，它有时候会制造一种很强烈的错觉，让你以为你们之间有某种很特别的东西。你说一个很奇怪的想法，他秒懂。你描述一种很细的感受，他说他也有过。你们在很多事情上刚好都有相似的看法，相近的情绪，类似的生命感受，你会忍不住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另一个我？这种相遇是不是命中注定的？这种感觉很美，也很真实。但你要知道，那叫做共鸣感，不一定等于喜欢，不一定等于重视，更不一定等于这个人愿意认真走进你的生活。共鸣只说明你们在某个频率上碰到了，它不说明他有没有想深入了解你，它不说明他在聊天以外有没有真的对你这个人好奇。这里我想说一个很关键的区别，
有一种东西叫做分享欲，有一种东西叫做探索欲。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两件事，所以很容易受伤。分享欲是，我想把我的世界告诉你，我想让你知道我今天发生什么，我想告诉你我的感受，我想跟你说我的脆弱，我想让你看见我的生活。分享欲说的是我，探索欲是，我想知道你是谁，我想知道你的过去，你的家庭，你的遗憾，你的习惯，你的性格为什么变成这样，你的心里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部分是什么。探索欲说的是你，一个有分享欲的人会一直说自己的事，一个有探索欲的人会一直想靠近你。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不只有分享欲，他有探索欲，他不只是想让你听他说话，他想知道你是谁，他不只想把自己的世界倒给你，他想走进你的世界。你回想一下你们的相处，他有没有问过你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件事？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孩子？你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你心里有没有什么一直没有解决的东西？你最怕的是什么？你最渴望的是什么？如果他大部分时候只是在说他自己，只是在让你理解他，接住他，却很少真的停下来想认识你，那么你要告诉自己一件事，他有表达欲，但他不一定有探索欲。他愿意说自己，但他没有真的想了解你。聊得来不是因为他真的把你放在心上，而是因为你很好倾诉，你很会接住，你让他说话很轻松。最让人难受的不是没有话聊，而是聊了那么多，他还是没有真正看见你。你以为你们很亲近，其实可能只是你很会承接他的情绪，而他刚好需要一个人承接。这说到这里，我想说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这种关系的消耗，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但你的身体知道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每次跟他聊完，你没有觉得轻松，反而觉得某种说不清楚的疲倦。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喜欢跟他聊，那个过程是好的，可是结束之后有一种空，就是那种我付出了很多，但好像什么都没有拿回来的空。你开始等他的讯息，你开始因为他的秒回开心半天，因为他迟回或者没回，难受很久。你开始反复看你们的聊天记录，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些确定感，找到一些他在乎你的证据。你开始自己解释他的冷淡，告诉自己他最近很忙，告诉自己他不是故意的，告诉自己你可能真的想太多。你不断替他找理由，却从来不问自己，为什么你需要一直替他找理由？一段让你安心的关系，不应该让你一直需要找理由说服自己，他其实是在乎你的。一个真的把你放在心上的人，不会让你一直猜，他会让你知道你有位置，不是说一大堆话让你知道，而是用行动让你知道。他会主动靠近，不会让你一直等，他会在你表达需求的时候认真回应，不会让你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一种打扰。他会在你沉默的时候感觉出你有事，不会等你说出来才假装重视。他会让这段关系有修复，有靠近，有稳定，让你在里面越来越安心，而不是越来越不确定。你以为你难受，是因为他偶尔不理你，但真正让你难受的是这段关系缺乏稳定。你以为你需要的是更多聊天，但真正让你需要的是确定感。你需要知道，你在他的生活里有一个真实的位置，不是临时的，不是他孤单了才出现的，不是他需要你才记得你的。我想说一件对缺爱的人来说很重要的事，如果你很容易因为一个人跟你聊得来，就把他放进心里，不代表你太傻，也不代表你太好骗，你只是太久没有被认真听见了。你习惯照顾别人的感受，习惯让自己不占位置，习惯把自己的需求缩到最小，习惯说我没事，你说你的。可是心里其实有一个地方一直在等一个人，真的停下来问你，那你呢？你最近过得好吗？你心里那个一直压着的东西是什么？所以当一个人突然出现，
愿意跟你聊，愿意把他的脆弱说给你听，让你感觉自己被需要，你会忍不住觉得，这是不是我终于被选择了？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特别的人？我是不是终于在一段关系里有位置了？那种感觉太久没有了，你很珍惜，可是你要分清楚，他把脆弱说给你听，和他真的重视你，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你不是放不下一段聊天，你是放不下那个好像终于被理解的自己。你放不下的不是他，你放不下的是那个感觉。那个感觉是有人在听我说话，有人把我当一回事，有人让我觉得我是特别的。那个感觉你值得拥有，但你要拥有的是一个真的重视你的人给你的那个感觉，不是一个只在需要情绪出口时才想到你的人，偶尔给你的那一点温度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就是如何分辨一个人有没有真正把你放在心上，不是从聊天记录看，不是从他说了什么话看，是从他的行动看，从这段关系的稳定性看，从他如何回应你的需求看。你可以问自己几件事：他有没有在没有情绪需求的时候，也主动想到你？他有没有在你表达你的感受之后，认真接住，而不是带过？他有没有让你感觉，你说的话他有放在心上，不只是当下点个头，之后也还记得？他有没有在关系出现冷淡或距离之后，主动来修复？他有没有让你随着时间越来越安心，而不是越来越不确定？他有没有真的问过你，不是问你最近怎么样，这种礼貌性的问候，而是真的想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长成现在这样的，你的过去是什么，你的脆弱在哪里，你心里最深的渴望是什么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也被照顾了？不是只有你在照顾他，而是他也在照顾你。不是只有你在接住他，而是他也愿意接住你。不是只有他在说，而是他也真的想听你说。如果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，那你要开始认真问自己，这段关系给你的是真实的重视，还是短暂的情绪连结？我不是叫你马上做什么决定，我也不是说聊得来的关系都不值得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看清楚，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你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可以聊天的人，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在聊天之外也还是把你放在心上的人，一个在你不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记得你的人，一个不只在孤单的深夜找你，也在普通的白天想到你的人，一个不只让你接住他，也愿意接住你的人。有些关系最伤人的地方，不是没有亲近，而是亲近之后依然没有位置。你以为你难过是因为你太想太多，其实你只是太清楚感受，太清楚那个落差在哪里。那个落差不是你制造出来的，那个落差是真实存在的，是情绪连结和关系投入之间的那个距离。你感觉到了，很正常，那说明你对关系是有感知的。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亲近，什么是假装的亲近，但我希望你也能把这个感知用在自己身上，用在问自己，我愿意给出那么多，我有没有也值得收到这么多？我愿意接住别人，有没有也让自己被接住？我愿意认真听别人说话，有没有也找一个人认真听我说话？不要只因为一个人聊得来，就把自己放得很深。聊得来是好的开始，但只是开始。你要看的不只是话题有多顺，而是这个人有没有在行动里一次一次的选择你，有没有在不需要你的时候也还是想到你，有没有在你脆弱的时候也还是稳稳的在，有没有让你慢慢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有一个不会消失的位置。我也想说一件关于你自己的事，如果你在听完今天这些之后开始想到某个人，开始觉得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个落差，我一直说不清楚，但就是这样。我很想说，你不是太敏感，也不是要求太高，你感觉到的那个落差是真实的，你值得一段不用一直猜的关系。
你值得一个不只在需要你的时候才想到你的人，你值得一段让你说完话之后心里是踏实的，而不是更恐的关系。这些不是很高的要求，这是最基本的被放在心上的感觉。可是很多在关系里习惯让自己缩小的人，习惯了没有位置，习惯了猜测，习惯了把别人的偶尔靠近放大成证明，反而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要求太多了？不是的，你只是太久没有被好好对待，所以忘记了，那是你本来就应该有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把今天最核心的东西再说一遍。聊得来不等于被重视，被需要不等于被放在心上。他愿意把自己的脆弱说给你听，不代表他愿意走进你的内心。他让你觉得你们很亲近，不代表他打算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。情绪连结是真实的，但情绪连结不等于关系投入。一段关系要让你真正安心，需要的不只是话题，不只是共鸣，不只是那些聊到深夜舍不得结束的感觉，需要的是他在行动里把你放进了生活，需要的是他在没有情绪需求的平凡日子里也还是记得你，需要的是他在你需要被接住的时候也愿意伸出手，需要的是你在这段关系里不用一直猜，不用一直等，不用一直替他找理由，不用一直说服自己，他其实是在乎你的。真正让你安心的人，不只会跟你聊，也会在行动里让你不用一直猜。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，就是在某一段特别低落的时期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每天陪你聊天，听你倒苦水，分享你的心情，半夜你睡不着他也在，你们聊得那么深，有些话你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，可是你跟他说了，你觉得他懂你，觉得你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是真的，觉得这个人出现在你最低的时候，一定有他的意义。你记得那些聊天的夜晚，你记得他说的某些话，说他从来没有遇过像你这样的人，说跟你说话让他觉得很放松，说只有你懂他。你把那些话收进心里，觉得自己是特别的，可是后来的某一天，你才慢慢发现，你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彼此。你知道他的低谷，知道他的烦恼，知道他对某些人的失望，知道他说不出口的委屈，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，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孩子，不知道他心里最深的那个渴望是什么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也不知道你这些，他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那些说不清楚的不安，不知道你习惯让自己缩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不知道你心里那个一直没有被照顾到的部分在哪里，不知道你值得什么样的对待。你们聊了那么多，却没有真正认识过对方，那不是深度的喜欢，那是低谷期的情绪依附，加上频繁分享制造出来的亲密错觉。那束光可能不是他给你的，那束光是你在最需要被救的时候自己投射出来的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残忍，但我真正想说的不是这段感情是假的，不是那些深夜的聊天是没有意义的，也不是你的感受不值得被认真对待。我想说的是，你要分清楚，你喜欢的是这个人，还是喜欢那个被他接住，被他听见，在他面前终于不用缩小自己的感觉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喜欢的是一个人，其实我们喜欢的是那个感觉，那个终于被看见，终于被需要，终于好像有位置了的感觉。那个感觉你值得拥有，你值得让那个感觉成为真实的，而不是偶尔的，而不是只存在于某个人低谷时找你的那几个深夜。真正的喜欢，不是只有分享欲，是有探索欲。一个真的喜欢你的人，不只是想把他的世界告诉你，他会想走进你的世界，他会问你，你为什么喜欢这件事？你小时候是什么样？你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？你怎么走过来的？你心里那个说不出口的东西是什么？你一个人的时候最常想的是什么？你最怕什么？
你最渴望什么？你是怎么一点一点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他会对你这个人感到好奇，不只是对跟你聊天这件事感到轻松，他不只是让你听他说，他也真的想听你说。他不只让你理解他，他也试着去理解你。他不只在需要情绪出口的时候找你，他在任何一个想到你的时刻都愿意靠近。这就是探索欲和分享欲最根本的差别。分享欲的方向是我想表达我自己，探索欲的方向是我想靠近真实的你。如果他有的只是分享欲，那他需要的是一个出口，你只是刚好在那个位置上。如果他有探索欲，那他需要的是你，不是任何一个刚好在那个位置上的人，而是你这个人。所以这段关系里那个感觉，那个有时候觉得很近，有时候却很空的感觉，它来自哪里？它来自他有分享欲，但你不确定他有没有探索欲。他愿意说很多，但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想了解你。他靠近你，但那个靠近是因为你刚好让他舒服，还是因为他真的想知道你是谁？你感觉得到那个差别，那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们明明聊得来，你却还是觉得自己不重要。因为被说话说到，不等于被放在心上；因为让人舒服，不等于让人珍惜。因为成为别人的情绪出口和成为别人真心选择的人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我知道这些话说起来很清楚，但在现实里要做到很难。因为那种聊得来的感觉真的很好，那种被理解的感觉真的很珍贵，那种好像终于有人懂你的感觉真的很让人舍不得放手。而且他不是完全不在乎你，他真的会出现，真的会聊，真的有时候让你感觉到温度。所以你会一直在这里面等他更稳定，等他更主动，等那个聊天里的亲密哪一天能够变成现实里的认真。可是你等的过程是一直消耗你的，你在等的每一天都在反复问自己，是不是我不够重要？是不是我哪里不对？是不是我要求太多？是不是他只是现在很忙？是不是我应该再等等？这种反复的自我怀疑是很耗力气的事，你的力气是有限的，你的安全感也是需要被补充的，不是一直被消耗的。你可以给一段关系时间，但你也需要开始看这段关系里有没有东西在往前走，有没有越来越稳定，有没有越来越有位置，有没有他在慢慢把你放进他的生活，而不是只让你活在他的聊天记录里。如果没有，你要对自己诚实，不是要你马上离开，也不是要你变得冷漠，不再相信任何人，而是要你停止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一个没有把你放在心上的人身上，把那些力气留一些给自己，留一些给那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你，留一些给下一个也许真的会走进你的生活，认真问你是谁的人。我想在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说一件关于你自己，关于你以后遇到的每一段关系的事。下一次你又遇到一个很聊得来的人，请不要急着把那个心动解释成我终于被选择了。你可以享受那个聊得来的感觉，那种感觉没有问题，值得被珍惜。但是请你同时保留一点清醒，停下来看看，除了聊天以外，这个人有没有真的走向你？他有没有主动想见你？不是你提了他才说好，他有没有在你说你不太好的时候多问一句，怎么了？你愿意说吗？他有没有在隔了几天之后还记得你上次说的某件事，问你后来怎么样了？他有没有让你感觉你在他的生活里不是随时可以替换的那个人，而是他认真选择的那个人？聊得来只是一个开始，不是终点，也不是证明。真正让一段关系成立的，不是你们有多少共同话题，不是你们能聊到多深，不是他说过多少让你心动的话。真正让一段关系成立的，是他在现实里一次一次选择，你是他在行动里告诉你，你在他心里有位置，那个位置是稳定的，不是偶尔才出现的，不是他孤单了才记起来的。被需要的感觉很好，
但你值得的不只是被需要，你值得被重视、被好奇、被认真放在心上。你值得一个人，在你说话的时候真的在听，在你沉默的时候也感觉得到你，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也刚好在，在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也还是记得你。你值得一段让你越来越安心的关系，而不是一段让你越来越不确定的关系。你不是放不下一段聊天，你是放不下那个好像终于被认真看见的自己，那个被看见的感觉。你值得真实的拥有，不只是暂时的，不只是某个深夜，不只是他需要一个人理解他的那一刻，而是有一个人在普通的每一天，也还是记得你，也还是想了解你，也还是把你放在心上。那才是真正的被放在心上，那才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感觉应该来自的地方。希望你能等到那样的人，也希望在等到之前，你能先好好对待那个一直在接住别人，却忘了让自己也被接住的你。